Moth Radio， 欢迎收看莫宝龙新一期视频。今天我们来讲一下近邻。近邻在 EXP 新版本当中重做了，原来的近邻它的兵种模型比峡湾还要违和，在 EXP 众多新种族当中属于比较劣质的一个。重做之后就不一样了，美术风格非常能打，可以说完全值得我们等这么久。上一期峡湾做完之后，近邻的催更之声是源源不断，由此可见大家对近邻非常的感兴趣。既然如此感兴趣，那么本期的点赞投币一定会不少吧。在背景里面，近邻是壁垒的分支，但是这所谓的分支和咱们之前讲的庭院死亡谷一样，他们和壁垒的关系并不算非常和睦。近邻奉行着极端的保守主义，在他们眼中，你这个壁垒整天有事没事的帮助城堡打这个打那个，真的没出息，没出些东西，万浪费。安安稳稳的与世隔绝的过日子不香吗？近邻的神器叫做生命之灵，除了增产和提供金币之外，你的所有英雄提升2点幸运，并且每天给你提供每种稀有资源3个。壁垒的幸运雕像表示没有完爆啊，不要乱说。只能说近邻的这个神器才有一个神器的样子。近邻的兵种增产建筑是岩石拱门，可以提升1级兵每周6个的产量。考虑到他们的1级兵升级之后可以远程攻击，这个建筑建设的优先级比较高。另外还有一个彩虹，访问过的英雄1周之内提升1点幸运。最后是新版本新增的特殊建筑学者小屋，建设之后可以花费1000金币学习下列技能当中的一个。这个建筑比较看脸，它有可能教你驯鹿术，运气好的话它甚至可以教会你土系魔法。可以说玩近邻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你的幸运。新版本当中，近邻学习幸运术之后可以提升近邻生物的属性，初级幸运术只能提升近邻生物 10% 的生命值，而升到高级之后，所有近邻部队提升 20% 的生命值和 10% 的伤害。可以说在现在这个版本，如果你要玩近邻的话，幸运术是必学的。如果你在之前玩过英雄无敌4代，那么你对近邻的兵种一定不陌生。近邻在重做之后，他们的兵种模型流畅度还有精致程度都不是老近邻可以比的，只不过目前的整体兵种质量可能不如原来的那个。除了1级兵之外，所有兵都变了样子。1级兵叫做矮妖精，它的定位和塔楼的丢丢一样，售价40金币，在没有升级之前并不会远程攻击。这样的小身板去肉搏的话显然不吃香，所以说要第一时间升级。升级之后售价55金币。属性方面，它杀伤力1到3，生命值也来到了5点。带出去的话，无论是前期的开荒还是当炮灰，都比丢丢合格。在你的英雄学到高级幸运术之后，能有6点的生命，在1级远程兵界可以说非常良心。2级兵棕狼售价110金币。属性方面，生命值只有10点，攻防总和也不如据点的狼骑，价格却要比它贵出10金币。这是一个有着强大成长性的兵种，成长的第一步就是非常依赖于升级。升级之后售价150金币，生命值来到了15点，结合它那3到4个杀伤8点的速度，性价比这块完全过关，并且升级后的灰狼可以享受到本族6级兵德鲁伊的加成。当你的队伍当中既有德鲁伊又有灰狼的时候，灰狼会解锁双重攻击的能力，如果再搭配幸运术的话，上限非常高。只不过这个combo在前期的开荒你是见不到了。3级兵老虎售价200金币。你知道谁吧？不知道我告诉你我是谁啊？书院的厅长，我要送老虎。老虎在没有升级之前没有任何特技，生命值也是只有20，所幸杀伤力比较高，速度也不慢。拉出去开荒的话比穿山甲要好用，但是你要说多好用呢也不至于。年轻的老虎比较气盛，升级之后和4代的白虎一样，多了一个抢先反击的技能，生命值也是来到了25点。搭配本族6级兵德鲁伊的话，会多一个 20% 的击晕技能。整体定位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决战兵，当然在前中期你买几个带出去也不给你丢份儿。4级兵也是老熟人，他也是4代出现过的风草，他和4代的风草一样，也可以进行远程攻击，并且攻击之后会对目标释放虚弱无力，杀伤力和法爷差不多，生命值也有30点，在小4级远程兵里面属于比较肉的了。缺点就是只有4点速度，非常的慢，带出去的话它是近邻最慢的兵种，会给你拖速度。所幸在升级之后速度来到了6速，一个6速的远程兵就不存在速度短板了。
升级之后，攻击目标会先释放虚弱无力，然后释放迟缓大法，最后释放飞龙王的剧毒，一个非常好用的远程炮台和 buff 提供器，本身输出能力也足够高。UP 主的守城基因觉醒了，这个兵守城是真的好用。要说鹰山里面兵种多起来之后谁最不高兴，那么非雷鸟莫属。前有工厂的沙虫，后有峡湾的水爹，现在又来了一位近邻的螳螂，以我观之，个个有不下雷鸟之勇。螳螂在没升级之前就有9速，并且忽略敌方20%的防御，输出方面要比大雕凶猛许多。不过生命值在没升级之前只有50，和大雕相比并不是完爆，定价600金币也很合理。升级之后的金螳螂虽然生命值也没有到60，但是在搭配高级幸运树之后，生命值能到66，速度12的双格兵也能保证1回合下底。特技方面多了一个破甲弱化，作用的目标受到的物理伤害提升20%，有据点雷鸟的前车之鉴，所以说你在玩近邻的时候先速出螳螂也是一个不错的打法。由于4代的螳螂是个顶级兵，而近邻的这个只是个5级兵，所以说抢先反击是肯定不能再有了，但就以现有特技还有属性来看，就足以称之为一个有出息的5级兵。6级兵德鲁伊近邻的核心，他是一个远程兵，攻击力和杀伤力也向独眼巨人看齐，生命值只有55点，虽然有点脆，但是有工厂那个45血的枪手摆在那里，再加上德鲁伊的特技非常强大，所以说生命值定个55很合理。没有升级的德鲁伊是不能给友方的白虎、灰狼提供特技的，要在近邻玩野兽流的话，你的2、3、6级兵都得升级，所以说这所谓的强化一般都是集中在后期，它的隐藏特技非常多。在你访问天鹅湖之后，下一场对战开始的时候，会给所有友军释放一个小祈祷，攻防+3，速度+3。目前来看，近邻的前6级兵也都非常支棱，到了7级兵这里，他也没有像壁垒绿龙这个没出些东西弯囊废那样掉链子。没有升级之前叫森林龙，售价2400金币，单看属性和特技的话，它是不如绿龙和赤龙，性价比这块也非常糟糕。免疫的魔法也从1到3级变成了免疫1到2级。森林龙的问题和绿龙一样，10速带出去实在是别扭，但两者也有明显的不同。绿龙升了级之后的金龙非常不好用，而森林龙在升级成精灵龙之后则非常有出息。升级之后的价格和黑龙、金龙一样，也是4000金币。生命值虽然只有240，但是近邻有幸运树，学到高级幸运树之后，生命值能够来到288。并且龙系的范围非常广，魔法免疫也是恰到好处的免疫1到3级魔法。作为一个魔免的生物，它可以免疫1到3级，也可以免疫全部魔法，唯独不能免疫1到4级。它的这个魔力结界技能可以增加目标受到的魔法伤害，增加的数值有25%，不容忽视。整体来看，精灵龙作为一个7级兵还是很有排面的。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高级幸运树加成之后的近邻军队属性如何。精灵龙的杀伤力变成了38到55，这个杀伤力要强于黑龙和金龙，所以说一开始定价4000金币完全合理。德鲁伊在掌握了高级幸运树之后，生命值也来到了72。要知道独眼巨人生命值才70，高阶德鲁伊放在近邻里面就是一个全能且好用的兵种。1级兵妖精也就提升了1点生命值，杀伤力实在太少，没有变化。螳螂生命值来到了66，杀伤力13到15，什么雷鸟根本不熟呀，简直就是把雷鸟按在地上摩擦。蜂草的生命值来到了36，杀伤力6到13，算上特技的话，对射起来连大法爷也不是他的对手。老虎的生命值变成了30，8速30血带击晕的决战兵，恐怖如斯。狼的生命值变成了18，有高阶德鲁伊的话，它可以双重攻击。可以说在掌握了幸运树之后，近邻的全兵决战能力至少在第一梯队。那么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近邻的英雄。首先是1级兵特卡尔金，幸运是近邻的国术，开局还带剑术，无论是开荒还是后期都远胜工厂的汉利埃塔，首发的热门英雄之一。螳螂特索伦多尔，作为一个5级兵特，开局带了一个螳螂，技能是驯鹿加进攻。EXP 的新版本接下来会选择性的吸收深渊号角一些好的改动，深渊号角新版本的驯鹿术改的确实不错，所以说索伦多尔的含金量还会继续上升。毕竟如果一个兵种非常支棱，他特长英雄开局的技能也没有偏，那这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兵种特。钢板特汉娜，近邻的战士职业也不能学火系，和工厂的杜里相比，他开局是个战术，有个战术，前期的开荒就有很多不同的打法，有前期的钢板特才是一个好的钢板特。
所以说汉娜的设计也非常不错。前面那几位啊确实不错，这位呢可就例外了。如果 EXP 新版本评价4大天王的话，泰伦斯肯定榜上有名。本来开局的兵就少，开局还带个炮术，最关键的就是近邻他不卖炮车。你要是喜欢这个战术呢，人家汉娜也有，所以说他在近邻里面基本就是垫底的。硫磺特尼科拉斯资源特开局还带后勤，完美副将。另一个技能是领导，瑕不掩瑜，妥妥的好将苗子。老虎特塞奥利托斯背景里面他甚至可以和老虎交流，因此获得了一个外交术。老虎，我玩的比你早点，以后有什么事说话。讲完外交的话就选他首发。侦察特卡勒姆开局终极侦察，当一个侦察兵很合适。近邻的大部分英雄都能称作一个好将，并且这些好将还都不超模，非常的平衡，在设计方面真的就是下功夫了。风草特卡洛琳，像UP主这样喜欢肉装弓箭手的人来说，他本来开局就带着风草，还有个后勤学，拿来当首发的话非常舒服。德鲁伊特阿纳斯塔，一个开局终极智慧树的平平无奇的小法师，作为一个6级兵特，开局肯定是不能带特长兵种的。港口城的塔克开局有余人，是因为他是战役英雄。玩近邻的时候，他的特长给德鲁伊加2-3点攻防不是很重要，德鲁伊只要站在场上，有他对近邻是最重要的。蓝宾特帕梅拉背景里面他是壁垒光头艾拉格的徒弟，人家艾拉格开局1点力量，他3点，这好吗？这不好。人家开局就带着水系魔法，你艾拉格跟人家好好学学。开局随便找个地方加1-2点知识，开起荒来那是咔咔的快。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颜值非常高，UP主最喜欢的近邻法师英雄魔力特伯利。如果下个版本也要加强魔力的话，魔力特的含金量会进一步提高。像这些魔力英雄，只要自家的魔法塔可以建到4级5级，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一个中游英雄。虚弱无力特肯恩，这应该是游戏里面最强的虚弱特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开局带个水系，含金量足足的。神秘特怀德海恩，他和前面的魔力特一样，这种英雄大同小异。吟游诗人开局只有1点知识，有个神秘术还是很重要的。可惜开局带了一个驱魔大法，要不然评价还会高一点。智利特贝琳达，一个开局带圣杯的狠人，近邻的1级兵在升级之后会远程攻击，杀伤力1到3，浮动非常大，杯子一套6亲不认。更不必说人家还是个智利特，到了后期魔法值那是非常充足。开局带理财的金币特凯伦，各族人民的好朋友喜加一， EXP 里面好用的资源特都能凑齐一桌吃饭了，偏偏人家开局带的还是瞬间移动。丽娜的有力竞争者，但是不如堡垒的霍格王子。欢欣鼓舞特雷纳塔，开局带气息的狠人，他的特长是开局给你释放欢欣鼓舞，而不是你在释放欢欣鼓舞的时候士气加3。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开局带了一个终极领导术。最后一位吟唱特艾格瑞奈尔，吟唱是他的专属魔法，可以给友方部队提升运气和士气。考虑到新版本里面近邻必学幸运，并且他开局还带了一个领导术，我仿佛在他身上看到了壁垒马洛迪亚的影子，新近邻里面受伤最深的英雄。最后呢，咱们来整体的点评一下近邻。近邻不仅美术风格非常讨喜，并且平衡性好的离谱。在先前的一些视频当中，我碰见一个定价不合理的兵种，总是会吐槽一句，但是近邻里面他们的定价都非常合理，你找不到槽点。英雄的设计方面超模而不破坏平衡，好用但不变态，并且近邻围绕着幸运树也开展了一些有趣的打法。简单来讲就是近邻非常好玩。如果要给所有派系做个排名的话，我觉得里面设计最好的派系分别是教廷、近邻还有梦境。堡垒虽然也不错，但是由于设计久远，平衡性方面把控的不是很到位。那么这样的话 EXP 里面的新派系就只剩花仙堡了，咱们争取春节假期更新。那么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谢谢朋友们。